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下班不演了，我是黄世修。今天的下班不演呢，形式比较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请到了最近是话题人物的国民党主席参选人张亚中老师。老师 ，Hello， 你好，大家好。好，那这一次的下班不演呢，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哦，来算是挑战老师吧。我跟亚中老师认识了好几年了哈。那当然，国民党主席这个党员选举嘛，那我自己不是党员，那我立场也是保持中立啊。不过基于一个主持人的责任呢，我准备了一些问题。那有一些是我自己想的，有一些是网友来提供的。那我相信这都是外界很想要知道一些答案，所以今天的下班不演呢，我们就来专访张亚中老师。好，那首先我们从这个国民党选监会跟考纪会的事情谈起好了。这个新闻一出啊，这个社会舆论哗然，选个党主席选得好好的，怎么是要把老师您送到考纪会呢？当然，现在考纪会还没有处理啦，他们只是说选监会做了这样一个决议。但是党主席辩论这个攻防也是常态，那怎么会说要可能送考纪？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参选资格。那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请老师稍微讲一下吧。谢谢世修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见面啊。那说实在，我对这个决定也非常唐突的，非常唐突，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在程序方面可能就是有问题。包括昨天大概在3个小时以前，因为张亚平基本上是我的选监会的代理人嘛，他大概在昨天早上11点09分的时候才收到通知，然后2点钟就要开会了，那这也没讲开什么会，所以大家下午都很忙，所以也没人去，所以3个候选人的代表都不在场，只有朱立伦前主席的代表在场，然后大家就通过了这么一个决议，要送考纪会。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我们在参选的时候，其实有关于电视辩论会的时候，我希望是2场电视辩论会，1场这个网络方面的说明会。可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坚决的反对，是哪一个阵营的吗？当然朱立伦就是姚江宁先生坚决的反对哈，所以说只能够办1场办1场。那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不可以。那昨天的考纪会的事情，应该比这个电视辩论会也更严重吧？是。那是不是应该大家有一个共识？可是，在这种3个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就草率的做了一个决定。我个人觉得，在程序上好像也是怪怪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难道没有一点政治判断力吗？这个事情前几年不是还有换柱的事情？是。他严重违反了一个民主程序。那为什么在这个事情还会做这种让社会上会值得争议的一些事情？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哈。那第3个，我觉得他对我用的理由那是更荒唐了。一个是好像是对朱立伦的所谓的美国宪民说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这是攻坚党内同志。那我是觉得我基本上是在面对所有媒体的时候是公开的，而且是在辩论会的场所，而且我引用的资料都是10年前的旧资料。而且我并没有攻击，我说希望朱前主席能够出来解释一下，用一个疑问句的一个方式，希望朱前主席能够说明这样。当然啦，你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主席，人家在网络上又不是我说的，是维基解密说的，你是美国的宪民，你总要解释一下吧。将来民进党对这个质疑会少吗？或者其他的人对你会少吗？这个东西怎么会算是攻击呢？这是一个对国家忠诚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一个做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须回答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3张支票的问题。那洪主席前天不是已经发表了新闻说明了吗？说还非常感谢我在党最危难的时候替党做出贡献。各位啊，2016年年初的时候是因为党工的钱发不出来，我张老师也不是任何的党工，我也不是立法委员或市议员，可是基于党工的薪水，我觉得这是人家家里面生计的问题，我义无反顾的跑到马来西亚找我的朋友，想办法借个500万的美金，而且已经谈好了500万美金的本票是党给我，叫我带去的哈。后来因为是钱够了，暂时就不需要了。那这件事情，请问一下，当时党的天王，你们这一些人现在批评我的时候，你们不是背后都有金主，都有财团吗？你们为什么当时在国民党党工没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了？我今天古道热肠，我今天愿意站出来，结果事情过了几年以后，你们还反过来要帮我送考纪会，这什么逻辑啊？包括基本上当事人的洪秀柱姐都感谢我，你们今天不只是不感谢我，还要帮我送考纪会。我真的很难以理解，国民党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难道是真的是我的民调现在有点提升了，你们就这么害怕吗？
何必嘛？选举本来就是一个游戏规则，而且我所得到的民调高是有其他的因素啊。那为什么这个方式来处理呢？我真的是百思不解。但是显示出什么？国民党的组织出了问题，国民党高层的政治判断力出了问题，这种东西就把政治斗争带进去，整个社会组织文化又出了问题。请问一下，我在参选的时候，我最希望把中国国民党打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党，因为知道只有一个人受人尊敬，人家才会把票投给你，才会把钱捐给你嘛。可是今天这种表现，请问一下，这还是我最钟爱、值得尊敬的中国国民党吗？我有注意到老师今天早上开了记者会，那老师你有一个诉求是，党中央必须要有人负起这个政治责任。那可不可以具体的讲说，你认为由谁来负起怎么样子的责任？我觉得现在来讲，他们都有说辞啊，比如说香猪之间互相的攻击啊，对。朱立伦的阵营说，你那5个人都是你中央，都是你江启臣派的啊。可是江启臣说，当时唯一来参加各候选人就是你的姚江宁是你的人啊。而且昨天的会议都是全票通过啊。对，无异议的同意。无异议通过。对。那今天我看了蔡正元脸书来讲说，到底谁让中国国民党老死掉的？背后是不是有只黑手啊？大家去了解一下嘛。我所谓的党中央要负责，这个中央是一个广义的，对不对？包括任何考纪会或者党部或者党主席或者有什么关系人，你总要给我们老百姓一个交代吧？是一个交代吧？总要有一个负责，就是给我一个交代，因为不然人家怎么看你这个中国国民党？每到一选举，你就是内斗内行，碰到民进党一点办法都没有，国民党自己内部打得跟什么一样。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嘛，所以我希望有人出来负责。当然是因为我是参选人之一嘛。今天你这种情况下，你公开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羞辱我，可是事实上你完全没有道理嘛。是你说今天一个党主席的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可受公平之事吗？我们今天有在每个人之间有在攻击别人的所谓的私生活的事情吗？有在攻击别人的所谓的家里面的黑资料吗？没有啊。我谈的都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一个格局，跟应该有的认识，国家的认同。好，那我们谈到这个朱立伦的维基解密上写说这个美国县民这个说法对。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具体的内容？因为虽然说是公开的这个事件，但毕竟年代有一点点久远了，可能现在社会大众也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那就老师所知的，你比较质疑的是哪些内容？好。你今天到现在网络上，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当时 AIT 现在解密的有关于台湾的112份文件里面，其中就有6份是写到这个朱立伦的。是。那朱立伦先生呢，在里面的时候，对很多的党员同志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啊。但是这些内容大家自己去看，关键在于说，基本上台湾的维基解密，他在上面的时候，他说朱立伦的政治立场值得质疑。他是美国的县民，这是他讲的话。就他讲的话，懂我意思？所以我才那一天跟朱立伦先生讲说，其实你要去解释一下，对，到底是 AIT 帮你的所谓的把你的谈话做了一个错误的报道，还是杨书记讲的是假的东西？你总要给老百姓讲一声嘛。至于县民包括什么东西，里面的东西，大家看对县民的定义是什么嘛？那朱立伦说，其实每个人都到 AIT 去，我也认为很多官员都到 AIT 去啊。就像成龙讲的，很多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是一样的啊。好，但是为什么 AIT 为什么维基解密只有说你是美国县民，而没有说别人是美国县民？这个总要解释一下吧。特别是台美关系、美中台的关系，将来是会非常重要哦。你这个东西，人家对你来讲做这个质疑的时候，你就公开来解释一下嘛。好，那朱立伦对你这样子的发言，那他当然也反对江宁移送考纪会他有发这个声明啦。但朱立伦的说法是说，对于这个辩论会上那张亚中同志对我的所谓的人身攻击，我都概括承受。你觉得这是人身攻击吗？你觉得这是人身攻击吗？坦白说，我自己不太觉得啦。那否则他辩论要讲什么呢？什么是人身攻击？攻击你家里面的家务事，攻击你什么的岳父的一些财产，攻击你自己的一些什么新闻，攻击你一些个人的东西，而跟做一个党主席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做事情公私分开嘛。今天你做一个党主席，我跟你质疑的是党主席这个职位所产生的所有事情，这叫做没有公平之事。但是你其他的，你的小孩子跟这个党主席没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小孩子跟你的岳父什么事情，对不起，我不会去谈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归每一个人。同样的，你晚上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批评你。你在白天当党主席好好做就好。那我请问一下，今天一个美国县民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一个可受公平之事吗？为什么会这件事情是人身攻击呢？
而且更可笑的，后来到了他们现在不是在那一次所谓的中常会的政见发表会，对，他不是最后一个进来吗？对，对早一个走吗？逻辑来讲，这就是对大家不尊重啊。可是他的解释什么？就是怕又跟党员之间、跟同志之间又发生了所谓人家对他的质疑。我请问一下，对这种事情你都不能勇敢的面对，对人家对你的挑战你都不敢勇敢面对，你将来怎么去面对中国大陆啊？你将来怎么去面对民进党啊？你连捍卫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去做啊？一个人总要有一点 guts 好不好？你有种讲出来，我讲的是哪一点不对？我没有人身攻击啊，我今天是请教你出来解释，这有什么不对？你放在全世界，我告诉你，我在欧洲待过。如果说一个政治人物被别人认为是外国的县民的话，那不要说第二天出来解释了，整个媒体就逼着你要出来解释，甚至最后都要下台的了。这个很正常的现象嘛，对不对？每个跟其他国家去，像我在外交官我做过啊，我也会跟其他国家的政府去打交道啊。我所谈的事情，人家政府也会写上面。可是为什么一个维基百密会说你是美国的县民？人家当然是有所有所感觉嘛。这个事情对我来讲，那你要解释啊。OK，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注解的哦，他出来澄清这所谓的本票这个问题啊。那当然对洪秀柱本人来说，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清廉的一个问题哦。那因为亚中老师你在辩论会上啊，那你说你证明张亚中是有募款能力的，好，所以你就拿出了这你当时好像可能有点口误吧，好像讲成3张支票，是不是？不，把本票讲成支票。OK。那当然，因为据我的了解啦，就是祝姐在那接下来几天，就可能也接到很多的电话，就质疑说，你那个时候当党主席的时候，你手上有500万美金的支票，那你怎么还发不出薪水呢？所以他也算是不得已出来把这个旧事重谈啦。那当然，后来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啦，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口误嘛，对。那只是说，我稍微比对了一下你们双方的说法，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出入就是，刚刚亚中老师说，就是，国民党这边已经借到了这个9000万啊，那当然其中一半是郭台铭先生出借的啊。那但祝姐后来开记者会的这个说法，他说是因为这位马来西亚的侨领好像说要等洪秀柱确定连任主席，那所以才愿意借款啊。那当然这个还有半年以上，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觉得双方说法大概差异比较大，在这一边啦。那老师你怎么看？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了。我觉得主席我都非常尊重他，但是每个人对一个记忆的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些不清楚哈。那我的情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当党有难的时候，我张老师没有任何的职务，我愿意去为党做这个事情。我到了马来西亚，我的机票是我自己付的，我所有东西没有向党拿过1毛钱。我回来有跟党主席报告。主席报告，主席认为这个是可行，就叫行管会帮我开了3张本票，后来他们叫做本票样本，不管叫什么东西，我是很认真的。然后我再坐个飞机去，把这个3张的本票或者本票的样本，我去交给对方，然后也跟对方谈我们钱怎么汇的问题，怎么汇进台湾的问题。然后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正好那时候我们的7张的党部的那个支票。党彩会的解开了，然后主席也借了钱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没有那么急了。没有那么急的时候，现在问题要不要把这个本票拿回来了，对不对？可是当时想说，万一过2天又出问题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暂时把本票摆在他那个地方，说万一党主席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再来借。可是后来经过5月份，洪主席没有选上。没有选上，对方就不想再借了嘛，因为他认为说吴敦义主席可能他的政治理念跟他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个本票呢写的是12月31号，所以过了以后也就过期了。那党部也没有在催这个事情。我呢也忙，也没有去催这个事情。对方人家事业也很忙，也没催这个事情。事一到了我这次选举，那我想说，你们大家每个人不是都质疑我的募款能力吗？虽然我认为，其实中国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募款能力，只要你做得好，你有理念，老百姓自然会捐钱。但是我还是证明一下，我就把这个3张的本票拿出来嘛，拿出来嘛。其那3张本票，如果按照我们行管会的讲法，他那张3本票。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样本，那就没有什么回不回来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是站在党的立场来讲，只是一个凭证用的东西，这有什么问题呢？露露姐后来不是也澄清了，说她谢谢我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芝麻绿豆小的事情嘛。可是当然在媒体中或者反对党的不断的操弄之下，又被一些人见猎欣喜，就开始扩大国民党的矛盾了嘛。
所以我们以洪主席的书面文字为准，好不好？他的书面文字里面是对我感谢，在党最危急的时候我来帮忙。书面文字写的有一些我的口误，对不起，支票讲成本票，本票讲成支票，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它其实不是一个重点，可能有人觉得很重要。那有人质疑的时候，解释一下就好了嘛，解释一下就好了嘛。那后来你也认识了谢大林，对，他后来就是把整个来龙去脉再写了一个交给祝姐，祝姐看了以后就豁然开朗，因为每个人对一些记忆的想法可能都会有些不一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说大林老师写这一篇？大林老师就是他有好像感觉，我那个礼拜三中常会谈完以后，那当然是还有一些好朋友觉得好像祝姐有一些不太高兴嘛，不太高兴。那大林马上就透过一些这个联系，就把这个整个来龙去脉算是再讲一下。那祝姐就了解了，所以是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大概这个时候，我确定时间不充分，因为我们跟祝姐的管道其实是非常畅通的，是对，只是我现在最近忙，没有时间去向她请安了哈。但是其实大林啊，其他几个身边朋友也都认识。但祝姐对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不高兴的，因为我看报道写说洪秀柱是用一种很生气、很愤怒的，对。那在周日早上刊出了这一篇 Now News 的这个报道，对。那当然，周日的下午，你们双方都发了这个澄清的新闻稿嘛。那但是周一的时候呢，祝姐又亲自出来开一个记者会。是。那她也强调说，其实她很生气，很愤怒。对。那我是不太清楚之间有什么样的沟通。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祝姐为什么她说生气。可是从她的谈话内容来看，对我还是很肯定啊。就是还是很谢谢我啊。对。那也许他认为的生气是被别人误解了，对不对？那对我的事情其实分两个角度来看嘛。对我来讲，我就是很简单，我就是在党危难的时候，我愿意帮党做点事情。我自己花机票，用我自己的朋友的关系去借了500万的美金，可以做得到的。党部再开一个本票，我再带到马来西亚去。只是因为党现在有钱了，钱暂时不要进来，然后支票本票摆在那边，需要的时候随时过来。可是党主席换了人了，人家就不愿意捐了。整个 story 就是这样子啊。OK。好，那既然谈到党主席，又谈到祝姐嘛，那现在其实外界有蛮多的质疑，就是如果亚中老师您真的当选了国民党党主席，会不会发生类似洪秀柱当党主席时期，就是这个令不出党中央？就是你知道国民党有很多的派系嘛，有很多的地方各样的势力嘛，那大家可能对于洪秀柱的一些政策主张不是完全的买单，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些是消极的抵抗，有些是积极的抵抗。那现在这个同样的问题，或许也会发生在亚中老师您身上。所以，您如果当选党主席，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以及您打算怎么解决？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不会是个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我会处理这些事情，我会有我的方法。第一个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也知道，我基本上。我算是一个很无私的一个人，那我比较在乎是党的理念、跟党的方向、跟党的路线，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也许会在我们的数位化完毕以后，我会在半年之内，我会来进行一个党内的政治公投。就是公投确定一下我们党的路线是不是确定这样子做，这是一个。除了我选上以后，还会做这个事。党内的政策公投，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最终属于党意，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第二个我会做的事情是，我会找非常优秀的各个不同的人当我的副主席。所以我的副主席基本上可能不会少于3到5位或者5位左右哈。那各方面都是各个地方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在党内绝对可以算是有发言权的人。我觉得透过他们对我的帮助，我认为我可以跟党内各方面进行沟通，我觉得不会有问题。第三个，建立党主席很重要的东西是，我如果当选以后，因为我一个人要改变这个党，你知道我的口号叫做救党、救国、救两岸。我今天的参选跟其他2位不一样，他们的参选是很在于说选出谁当党主席，可是我的参选是让这个中国国民党用什么样的理念路线往前走，这是我们2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但是我所碰到的问题，你刚刚所提到，所以我会希望我当选在9月26号开始，我的目标第一个阶段30万个人入党。30万个人入党，就是曾经失联的党员，他可以回到中国国民党来。我觉得我有办法去召唤他们。当30个人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比较世俗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的党费对我们的党的这个财源有相当大的帮助？因为大概就9000万。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党主席，我会让党在这个财源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是党工的工作你们不要担心。更重要的，我会做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是因为党没有钱，地方党部的薪水都自己去募，
但是我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我如果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央是负责所有的钱发到地方来。因为钱是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当我的钱过来的时候，党的整个一个命令，党的东西就容易下到地方来，没有再有所谓地方诸侯派系各自为利的力量。所以说，以我这种从人的方面，从我的组织方面，从我的钱财方面，我应该不会出现那个状况。再加上我自己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行政经验，你也知道，我跟你一样，我做过工程师还不重要，我做过10几年外交官，我办过大学，我自己也搞过社会运动，我也组织过人家帮别人去搞出版这东西。我相信行政经验对我来讲，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我有一些理念，我能够用人。我只要用对人，曾国藩讲的说，要办大事先找人才。所以对我来讲，理念的东西我会很清楚，我也希望得到党员共同的支持。但是我的用人一定是把国民党的各种人都能够用。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有了理念以后，每个人才都可以用。三教九流就是12倍的力量，五湖四海就是9倍的力量。但是最害怕现在国民党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台湾老百姓一个国民党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这个时候地方派系就会陷入一种权力的关系，利益关系不是坏事情。就好比说每个地方派系给他一些私利，但是你的私利不能够违反到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公义，公义。所以作为一个党主席，我只要在人、在钱方面我能够掌握得非常好，在政策方面、在理念方面我又掌握得很清楚，那也许我还透过党员的公投，请问一下，我为什么会令不出党中央？而反而我所建构的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强大、有理念、有组织、有人才、有战斗力的政党。OK， 那老师，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党内的这个政策的公投，对，那这个党内的政策公投是不是也要办类似像是沟通会或甚至是辩论会的形式？我跟你讲，当我今天选上党主席后，我希望开始巡回到每个地方去演讲。讲我的政策，我所谓的公投是几个大方向，比如我们对历史文化我们什么态度，我们身份认同，比如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员的是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这个很重要吧？中国国民党党名是不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在历史文化上，在宪政问题上，在人员问题上，很在乎人员问题上，我中国国民党什么立场？比如说在人员问题上，你最在乎的，我是主张核四运转公投，我是这个立场，这个立场是国民党立场。教改问题上，国民党立场。我也许那10个题目就是一个国民党应该有的大方向，这个东西确定好以后，大家以后不要再争论了。这个东西什么好处？对于我们的地方选举是有帮助的。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在高雄会输掉？高雄输掉有2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你在整个思想，这个党的思想，国民党的论述上，其实你是不清楚的。台北、新北市跟高雄市，他们对两岸关系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身份的认同、对历史文化、对人员问题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记到都可能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将来要做到什么？我如果今天做个党主席，在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对不起，这个层面以上，中央来决定。中央决定不是前腔独断，是跟你们共同讨论以后，甚而是经过一个公投通过的，这是我们中央的一个大政策。地方政府做什么，你就做服务地方的事情，这样子的选举对国民党才是有帮助的。同样道理，我就举高雄市来讲，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打下高雄。为什么？跟民进党在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由中央出面。地方的高雄市长、高雄市候选人，我们就找一个行政能力最强的、跟当地最接地气的，他负责就是地方的事务，他不要再让这种中央的事情去干扰他。比如说韩国瑜一个市长，当时现在韩国瑜，他不需要去处理什么两岸关系、对美关系怎么走，对高雄市长不需要啊。同样，你新北市长你也不需要啊。这个事情中央，我们既然是个中国国民党，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就变成说最上层我们是共同的政策。再下一层是每个县市长有他自己的政策，再下一层是每个市议员有他的政策，但是你下面这一层不能够否定这一层，这一层也不能够否定这一层，就这样子的话，把国民党打造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组织、有战斗力的一个队伍。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刚性的一个政党，不过就我们的理解，就是历年国民党好像，你说就算办了这些辩论会，好像也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不是，这不是一个刚性的，我说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因为原则性不是刚性哈。所谓的刚性就是一些技术性问题都帮你给爬死，原则性就是一个刚果，原则性有时候反而是更弹性，因为你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以后，大家的空间就更大了。对，就好比说，我今天讲的很重要，比如说我对于宪改的立场，我就觉得我对于宪改的立场，我中国国民党宪改的立场是，我中国国民党当然对宪政要改革，
可是对不起，假如我的对手是要以修宪大到毁宪的目的，我为什么跟你要玩？就像你今天开个公司，有一个人天天想颠覆你的公司，然后告诉你来说，我跟你帮助一起改革你的公司，你要接受吗？好，那我可以跟你讲，假如我将来国民党有了权力以后，我告诉你会修宪怎么做，生而是五权宪法。我今天就算是没有修宪，如果中国国民党当了2024年以后，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把这一个廉政署放到监察院里面啊，这不需要修宪啊。我可以把人事行政局摆在考试院里面啊。我加强考监的功能，这不要修宪，我一样在落实我的五权体制啊。这些问题，国民党立场非常坚定。坚定完了以后，其他事情大家就好办。但是在这个确定原则过程中说，我会跟各个不断的沟通，我们不断的讨论，因为一个党对一些大的政策，你必须要一致嘛。你不能说你是县市长，或者你是就对这个原则性质你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党就是分崩离析了。再加上你现在又没有钱，这个党怎么有战斗力？所以回答师兄，你刚刚讲，我当然不是一个真党，刚性政党，但是需要一些原则、一些坚持、一些价值的东西，这个中国国民党必须拿出来。如果像是能源或环保，这个比较有客观科学事实为依据的，这倒比较没什么问题啊。科学。但是比如说最争议的两岸的这个问题，两岸的政策主张，这其实是一个主观价值选择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可能外界对老师您比较多的一个质疑。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怀疑老师您的理念纯正。好，可是你怎么取得党内外的认同？无论是您是党主席也好，那据我所知，其实过去这些年来，其实在台湾所谓的统派的理念主张，也不是没有人主张。当然，这个统派主张可能各自有不太一样的光谱，但其实一直都还是有一些学者在倡导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的一个现实，就是在统派这个主张上，它的声量是逐渐的趋小的。所以，如果老师您当选了党主席，那您所谓的这个这个中国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的这个统一的这个概念，那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那您觉得加了一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能够有助于争取更多的共识吗？我觉得对一个党主席身份，对我来讲最大的功能在于说，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党员去沟通。第二个很重要，跟你谈的问题是，其实我们谈的先不要谈价值，不要谈目标，而是谈方法论。谈方法论，就好比说我跟北京会谈，你要跟我谈统一，我跟你谈统一的方法论，怎么样可以达到统一？我跟台独跟你谈台独的方法论，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台独？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两岸的问题是什么？两岸现在是敌对状态，所以我的两岸主张非常清楚，我先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让两岸走向和平，这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至于你们谁要走向统一，没问题，我们总要和平也会再走向统一吧。你要独立，你也需要和平再走向独立吧。好，那我先跟你谈从敌对走向和平，所以我就很清楚，我这个阶段，所以我当了党主席，要跟北京想办法签和平备忘录。这个和平备忘录，我已经提出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文字，这表示什么？你们对我所有的主张，你不疑，你可以来检验我。我的主张里面白纸黑字有没有出卖台湾的利益？有没有是不照顾台湾的所谓的我们人民的一些需要，我们的情感，我都考虑进去。这个东西就好讨论了，因为白纸黑字好讨论嘛，没有白纸黑字就没办法讨论。同样道理，我今天张老师提出我的和平备忘录后，我相信北京也看到了，北京也看到了。那我当了党主席以后，我会跟北京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签一个和平备忘录。我也跟北京讲，这是一个和平的意向书，因为我没有执政，我今天没有办法落实，但是我是一个和平的意向。签完以后，我会带到台湾来，让我的所有的党员，这很重要，全部进行公投，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说了算。公投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直接民权的一个代表。公投过了以后，这就是党的政策。不管你2024年谁当总统候选人，你必须服一个政策。我当党主席，我一定坚持这个政策。如果说我跟北京签不下和平协议下来，代表我为重大政策负责，我马上下台。我不会因为2022年选输而下台。因为选举是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政策是我当参选党主席最重要的政策。我签不下来，我2023年绝对下台，让总统。那老师，您提到跟北京签之前，那应该还有取得党员的认同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同。那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在2014年那个时候，那马政府推行了ECFA政策跟服贸的条例。
那马政府的观点，他们也可以说这些条例都是白纸黑字的公布，但是没有办法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同，甚至在国民党党内好像也没有一致的一个看法。那如果老师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跟你讲，马英九他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合所谓的常理的。因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一个，我是外交官，做一个谈判什么？做一个谈判，第一点，你要找一个最强的谈判队伍。甚而第二点，你不把你的底线泄露出去，也有弹性的。但是第三点最重要，你回来以后，重要的事情要政府背书，更重要你要人民公投。所以我会把人民公投那一块，党员公投来摆在最后面。我既然当了党主席，我相信我的知识，你们会选我，我派最好的团队，包括什么？我们曾经做过外交部长的陈建仁啊、欧鸿烈啊，做过陆委会的张金玉啊，做过国安会秘书长的胡惟珍啊，甚至包括丁于洲啊，有什么不可以？我谈完回来以后，你们决定。但是对不起，没有在谈以前给你们看的。谈以前，但是我现在已经把白纸弄出来了，因为北京会不会接受，我们总是有互相妥协的空间嘛。那我如果跟你现在就公投通过，那我怎么跟北京谈呢？我寸步都不能让了，这哪叫谈判呢？所以整个一个逻辑在于说，我先谈，我有这个 mandate 去谈这个东西，但是谈完以后的 mandate 是在你们。这就是真正的民主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像马英九以前，第一个他犯了什么错误？先不要讲 ECFA， 他以前讲和平协议啊，可是为什么人家攻击他就退了？因为他没有和平协议的版本嘛，他根本就自己也不知道和平协议应该内容是什么嘛。人家很简单扣帽子，你的和平协议就是投降协议，你的和平协议就是统一协议。他说我没有，那你没有你是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个质疑啊。我今天在参选的时候，8月我就把白纸丢出来，大家不要再吵了。所以我刚刚讲讨论任何事情讲的方法论的问题。不要早讲目标，每个人还想当百万富翁呢，那你怎么当百万富翁？所以就是你有白纸黑字的一个协议，然后去跟北京谈，对，北京也算是同意了，那你再带回台湾取得党员或者是社会大众的认同。党员的公投，党员的公投，因为这是本党的，所以党员的公投。好，那党内就会有一些质疑说，对，老师您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不认同，他们会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选举，尤其是像2022年，它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选举。但如果亚中老师你当选党主席，你会不会让整个2022年地方选举的基调被转移到两岸的这种统独的争议上？因为我所追求的是两岸的和平。第一个，你知道，我不追求的不是两岸的统独的对抗。我相信慈悲没有敌人，和平大家都需要的，只是这个和平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已，对吧？我是不是投降下的和平？那很简单，我不可能去谈一个让我们受屈辱的和平出来，我一定会谈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大家认为可行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和平协议基本上对我们只会加分的，是不会减分的。好，这是我第一个确定原则。第二个，我的地方选举，我还特别请教了蔡正元，因为他是这方面的高手。我会分好几个地区，包括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连任的县市，我们应该优先提名谁？包括在绿大于蓝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包括在蓝大于绿的地方，我们怎么做？包括在非常艰困的地方，我们又怎么做？其实每个地方它的提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一定会尊重各个地方政治，那我绝对不会在地方选举以前扣一些你们大家都很难接受的帽子，这我没有蠢到那个地步，我不会蠢到那个地步。所以说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我做这个事情是有助于你的地方选举，而不会是有害你的地方选举。但是这些东西我都要准备，为什么？等到2022年选完以后，对不起，大选可谈的不是地方性的问题，大选谈的是国家认同、两岸关系。所有大政治的问题，那这个事情我国民党当然要准备好。这有什么难？这什么？这就很简单的逻辑这样思考嘛。所以我才讲的说，今天怎么可能一个党主席说2022年选输了我就不干了？主席不是干这种事情的，主席是把党开始打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器。党的目的是什么？党的目的的存在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嘛。就像我希望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因为我国民党可以为两岸创造和平而赢得选举，也就是国民党赢得选举，是因为我们能够创造和平的红利，这才是我们选举，既是台湾赢了，也是国民党赢了，这才有意义在嘛。所以对我来讲是整个一个大战略，我会做一些规划。那对一个主席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论述上取得整个社会、取得党的共识。那怎么取得呢？我到全球巡回演讲。
最后我办一个政策的讨论会嘛，甚至最后办公投会，大家凝聚大家的共识，这就像一个政党。如果这个公投通过以后，你一个县市长的提名人，你对我这个质疑，你不愿意走，那对不起，我就不提名你嘛。你就脱党参选嘛，这个时候就是讲清楚，我的刚性的在于说，我不是设一些条条框框的那个刚性，我在一些大原则上，我们总不能偏吧？这是一个政党本来就应该有的条件，只是大家已经不习惯而已。好，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党主席。好，那谈到两岸问题，我们之前都检讨过很多，从民进党到国民党，还是马政府到蔡政府，在两岸问题上犯的一些错误。那我个人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就是老师您是研究两岸问题的专家，在你眼中，北京这么多年来，他们对台政策最大的错误在哪里？我觉得，如果你要他最大的错误的在于说，其实你应该不算是错误了。他做事情有他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中共现在的声音感觉越来越强硬了？哈，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对民进党越来越没有什么指望了，对国民党没有指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武力已经开始在升高了。好，那为什么？就好比说，我们认为说，为什么北京可以容许马英九在所谓的一中各表？啊，因为一中各表其实不是九二共识真正的内涵。九二共识其实是所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那一中各表是台北方面的主张。可是北京为什么在2008年、2012年还是愿意做这些事情？那很简单嘛，因为经过了陈水扁的8年的执政，两岸关系现在是一片荒芜。对一个北京要走向统一的来讲，基本上如果两岸之间没有互动，他统一个什么啊？所以他再怎么不高兴，他也必须要让两岸的交流往前走。第二个，他站在统一的角度来讲，台湾对他经济越依赖，是不是将来统一就越方便？所以他即使对国民党有一些不满意，对民进党很不满意，他也要促进两岸之间的经济的交流，因为这是符合他的大战略的。好，所以你要知道，北京基本上他会采取说，你说他犯的错误，他有些的错误是他能力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说他犯的错误，因为他做个战略的评估啊。他怎么做对他最有利啊？所以他当时所做的东西都是从他的战略角度来思考，对他最有利的东西。问题来了，那台湾国民党或者台湾以及国民党，你的战略目标在哪里？像我做过外交官的，我认为对台湾最大的一个战略成功就是承认两岸分治。我说这是最重要的。那可是，所以你看我在和平协议里面，我非常在乎所谓的分治不分裂。可是国民党从来不去追求这个东西，他用的什么叫做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了，北京最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在北京争取战略时间的过程中，让你去各表嘛。全世界你了不起10-20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请问有几个国家听说你各表？所以一中各表对北京来讲是没有伤的。可是对台湾来讲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可是国民党还沾沾自喜，认为是一中各表维持现状。请问一下，现在现状是什么？现在现状是敌对的。国民党一直维持敌对现状，对国民党好吗？民进党最希望敌对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他可以不断的消费国民党，不断的把国民党打成亲中卖台，对不对？很简单嘛。北京呢，没问题啊，敌对现状正好啊，我也不需要承认你政府，因为是敌对，我就跟你只经贸交流、文化交流就好，我慢慢像一个吸盘一样把你吸光了以后，我看你怎么办。这就所谓的穷台政策，就的理论就出来了。是，那问题你国民党在哪边？国民党、民进党采取的是斗，国民党采取的是拖。北京现在也跟你拖，北京等你拖到你国民党自己玩完为止，北京等你台湾自己玩完为止。你们这样子斗下去以后，我北京将来兵不血刃，再插你台湾最后一刀，我不手不搞脏，这有什么不好？所以关键在于说，我们自己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当然，如果现在来讲，我必须坦率来讲，我的两岸大论述，如果在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能够用的话，今天的此情此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光影。其实我已经晚了，因为两岸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要来达到我的目标，我觉得比以往大概又难个100倍，难个1000倍了。但是我还想试试看。那我如果能够得到国民党的力量，我就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如果说仅是一个学者，北京大概就谢谢你，我了解你的主张了，大家到此为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要知道我们的战略目标在哪边，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我有方法，
好，老师刚提到这个两岸的情势，在这几年确实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岸的经济跟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啊。那这里我也蛮有感触的，因为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套百科全书哦，儿童百科全书叫做《汉声小百科》，那是我表哥让给我的。那在他的序言里面，他写着在30-40年前的那个年代，哈，他说这是一套由中国人写给中国孩子的百科全书啊。可是，在近几年吧，在台湾社会之中，似乎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这个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再是中华民国，或者反过来说，中华民国不再是中国的代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当然有网友会问说，那当然可以感受到张老师您对于这种两岸之间的焦虑，好，那台湾这边的这个现况地位是越来越不利的，那而且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我们也面临到一个现实，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国之间的联系，就这个词代表权这个联系是逐渐在淡化的，而且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人似乎对老师您刚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的时间已经晚了，台湾越来越不利，两岸之间的关系，您焦虑，但是大多数的台湾人不焦虑。好，那您觉得是为什么？好，我先讲，不要讲为什么，我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就是我说国民党内大概有一种叫风派，就是讲好听点叫做民意派，赢得选举嘛。好，那我就用一个最敏感的来挑战你。现在来讲，就是你刚刚讲中国，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现在已经60%几了。对年轻人来讲，可能到了80%，甚至到90%了。假如我是个政党，我为了赢得选举，那我是不是讲说台湾人也不是中国人？这很正常的现象嘛，因为我不敢再对中国再有任何的认同了。好，这个东西，但是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从两岸关系来讲，假如台湾有89%人都认为不是中国人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两岸将来一定是兵戎相见，这事情解决不了，所以就面临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治难题，就是说，你到底要赢得选举，还是要把台湾的命运毫不在乎？政客当然选择赢得选举，可是一个政治家就会告诉你说，我无论想办法要为两岸追求和平，所以我会倒过来告诉台湾老百姓，我就跟你台湾开始面对了，我就跟你解释中华民国跟中国的关系，为什么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关系，我需要花时间。我真的需要花时间，这个时间，假如我当党主席，我会巡回的，我会接受3立的访问，我会经过民事的访问，任何节目访问，我敢勇敢的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跟着这个风向走，看起来是对的，可是最终的灾难是两岸战争。因为当大陆人知道台湾已经80%、90%都不是中国人的时候，那个台湾已经没有希望，那两岸就是血淋淋的。所以这就是我的选择。所以我今天的参选，就是我希望取得一个党主席这个身份，拥有党主席的平台，把现在台湾看起来似是而非的，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都是民党塑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几年像你刚刚讲，被整个包装起来的，可它脱离这个现实政治太远了，跟国际社会拖太远了，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像我们对美国的关系。美国对你再好，美国也不可能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最多成立一个类国家，它有什么用？它说翻脸就翻脸，跟阿富汗一样。可台湾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太缺少一些有勇气的政治人物。所以在我来看，我刚刚就讲说，2022年我当然要赢，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政党的存在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国家做事情。我不能为了我延续我一个政党在台湾的执政权利，照顾你们这些政党利益人，可是我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啊！所以我会讲真话，而且我认为我足够的知识跟人民对话。这一种所谓的歪曲的东西，我刚刚讲我会去挑战的。就好比说，我当然讲说，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我台湾也是中国人，可是我这个中国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下的人民，这是主权治权就分开了。我谈的是个历史文化整个概念的中国人。好，我能够不讲真话吗？那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也承认，在台湾社会哈，有60%的台湾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那这当然跟政治跟教育都有关系。但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注意到老师您提到，就是您的政见说，如果您当选党主席之后，你要扫除国民党内的李登辉余毒。那您能不能稍微讲一下，所谓的李登辉余毒是如何渗透国民党，让国民党也
放弃了这些，就是你可能说的什么风派之类的，也放弃了所谓的国家认同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就是国民党，我想一个家庭啊，如果一个大家长要摧毁这个家，其实非常容易的。所以国民党，我认为这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他的家长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竟然是带头的去摧毁中国国民党。我们讲很简单嘛，一个党一定有它的灵魂所在嘛。那这个党，我们讲的政治上它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就三民主义嘛。当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三民主义，非常的好像觉得臣服，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是民生主义的所谓的均富，我们台湾会追求以贫富均衡作为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吗？我们台湾会照顾这些中小企业吗？我们台湾会推动健保吗？所以健保这些东西，在我们孙中山来讲，不只是健保，包括教育、包括医疗，都应该是属于中间偏左社会主义的范畴。这是三民主义很精神。今天你在推动的公投，这不是我们民权主义非常强调的直接民权吗？这些东西，我们李登辉时代用了一个所谓的多元，把它整个瓦解掉了，就是我们变成多元。然后在文化方面，我们不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吗？可是中华文化拿掉，变成多元文化了。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当然来讲，对我来讲，台湾是一个地理文化的名词，中国是我的一个血缘文化的一个认同。那我现在是中华民国，我当然就是中国人。如果改名叫台湾国，我是不是就是台湾人？像这些问题都是简单来讲，你中国国民党，中国2个字，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去中国化。去中国化以后，你还叫中国国民党吗？就像我今天提出一个质疑说，请问一下，你朱立伦到2015年，你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演讲，为什么你不敢用中国国民党这5个字？你要告诉我，你拿了党的钱出去，你是以党主席身份出去，为什么你后面的背板不敢写中国国民党，而只写一个朱立伦？你要解释一下给我听啊！这些问题背后引申的是什么？就是说，你逐渐的向民进党什么叫做爱台湾靠拢？你逐渐向民进党一个去中国化靠拢，那你就换一个政党的名字嘛，我也不反对嘛。你就全体党员公投改名叫国民党，改名叫台湾国民党。但是你忘了，当你一改名以后，你跟中国的关系就连结掉了。所以站在民进党来讲，也希望有个中国国民党存在，有一个跟大陆连结，对台湾是不是也是更好？可是你看看我们的朱立伦前主席，他说选举的时候变成正蓝了。台湾有一种蓝叫选举蓝，可是他哪一点正蓝呢？我今天讲句实在话，你说军人子弟，他说他军人子弟。800壮士在立法院前埋锅造饭485天，朱立伦，你去看过别人一次没有？你去跟别人握过一次手没有？然后你现在选举到了，我是正蓝了，请问一下，这是国民党应该有的精神吗？你今天捍卫过一次中华文化，我在搞教科书的时候，你当市长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点点事情？没有。江启臣，我也质疑你啊！你当过新闻局长，你当过立法委员长，你把你所有东西调出来，你为了中国国民党的核心价值理念，你做过什么？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你党主席不在乎这些东西吗？每个政党都会有它核心的价值理念，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但是讲道理有一些，我上课常常讲，立场不必中立，态度必须客观。你可以有你的立场，我也可以立场，但是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谈。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台湾可以95%都认为台湾不是中国人，我没有问题。可是那就是两岸战争，好吧，这就接受嘛。因为不是你自己关着门玩的。你说我不是什么没问题，你可以对外讲，可是别人会怎么想，你就没办法确定了。好，那稍早我们谈到就是在党内这个部分哦，老师你会用一个党主席的身份去办这个党内的这个政治的沟通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从李登辉时代开始的教改啊出了问题，那这些史观就逐渐被扭曲掉。那老师，你相信这些所谓史观跟国族认同的问题，能够靠所谓正确的教育去改变吗？我会用我觉得可以，不只是正确的教育。我觉得像我如果当了党主席，因为我的逻辑了哈，民进党他很多的论述是建立在他错误的台湾史上面，他的台湾史建立在他虚假的228事件上。很简单，我当了党主席，明年的228前夕，我会公开的以党主席的身份要求民进党，你派3个代表，跟我国民党来谈哪3个问题：228是不是大屠杀？228是不是官兵民反？228蒋介石是不是元凶？你们最在乎的。我们社会总有一点理性的讨论吧。就像前几天，我跟那个彭文正上他的政经观新闻，我觉得非常好。他是一个绿的，我算是一个蓝的，我们可以对话，因为都是台大教授。听完以后，他讲说张老师有些观点他还能够认同，
他还客气的讲说，假如他是中国国民党，他会投我一票。好，当然也许是别人客气，但是这个事情需要社会的对话。我相信各位社会像你这种民间人士，你也要鼓励对话。你民进党就出来跟张亚中辩论嘛。我也许再请我的蔡正元，我张亚中，我再找一个，对28很清楚，你们随便找3个最强的，我们实况转播，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的，10几个县市，我国民党执政，对不对？我可以在所有的历史重要的古迹前面立一个牌子，介绍一下这边历史过去。我也不把你民进党的叉拆掉，我们让过路的老百姓看一看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就来讲这种东西，所谓的正确史观，就是真实的世界是个什么东西，我让大家去了解嘛。我常常讲说，我国民党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勇于认错嘛。但是我国民党做的对的地方，我勇于捍卫嘛。这才是一个 guts 嘛。那我什么叫做对和错？比如说蒋中正纪念堂好，我如果当选，很简单，我开一个国际的研讨会，邀请所有近代史的专家，也包括你民进党，我们共同来讨论，看看这些世界级的领导专家怎么评论蒋介石在台湾的功过。如果他们的评论功过都是烂得个一塌糊涂，那请你猜嘛。如果大家的功过都是远远大于过，你猜他干什么？你猜他干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是一个相信理性沟通的人。我当了党主席，绝对不是一个非常阿爸，我也没这个兴趣，因为我们都是要教书的。那我愿意跟你沟通。假如民进党都不敢跟我沟通，请问社会上怎么看他？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提到，中国国民党的灵魂是三民主义，不是政治上的，政治上是这个。其实你讲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对。那但是呢，因为这个也是网友提到问题啊，他说现在年轻人啊，而且包括我在内啦，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读过三民主义了。是。那甚至我自己也认为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图腾啊。但是古老的图腾如何获得新的认同？好，我刚才讲，我如果当了党主席哈，我就算我执政了以后，我也不会要求大家教三民主义的课。但是你要把三民主义的所有的内涵，比如你现在推动的公投。这是不是三民主义？这是直接民权。我刚刚讲我们的健保是不是要做到，不要让资本家所挡后？教育是不是给人家最便宜的价钱，让有教无类，让选择？这是不是民生主义的内涵？我们的住房是不是应该让住者有其屋？这也是民生主义的内涵。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三民主义里面非常强调均富，非常强调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请问一下，我不会用那个图腾跟你讲啊。我追求和平，这有什么不对？我追求世界上各民主一律平等，这不就是民主主义的精神吗？大家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只是看到三民主义好成就啊。其实我是一个学哲学的。我也练2个博士，你把它整个抽丝剥茧以后，其实我们很多现代的政治思潮其实都在里面嘛。它的民权主义跟民生主义是防患于未然，因为我们中国当时并没有民权，也不富有嘛。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做提炼、做尽快的包装的话，它可以作为中国国民党一个非常好的政治思想。对，它是一个与时俱进，我们不需要挑你这个名词里面。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亚中老师，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哈，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国民党作为一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关注它的发展，以及台湾社会在国家社会民主认同之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念能够得到宣扬。好，我们今天谢谢亚中老师，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师兄，谢谢大家，就下次见喽，拜拜。